又一只灰犀牛正在河南大地上狂奔。郑州银行这家由政府控股的城商行正在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追债大戏，却不料竟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尴尬局面。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是普通债务人，而是曾经叱咤河南房地产界的几大巨头。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出大戏的主角康桥集团。就在3年前，这还是一家年销售额突破500亿，位列全国房企第63名的明星企业。他的掌门人宋吉伟更是被誉为中原地产10大领袖人物，风光无限。可谁能想到，短短几年时间，这位商界大佬就从云端跌入谷底，不仅被限制高消费，他的康桥地产更是沦为了失信被执行人。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郑州银行在2019年底给康桥地产发放的那笔6万6千万元巨额贷款，现在竟然都打了水漂。根据郑州市中级法院最新裁定，康桥方面已经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这句看似平淡的法律用语，背后却是一个惊人的真相，这笔钱怕是要不回来了。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细心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郑州银行的雷点远不止于此。美景新锐房地产的4.5亿贷款，西苑集团的11亿贷款，这些曾经的河南地产巨头，如今全都成了烫手山芋。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郑州银行最辉煌的2021年，其对公房地产贷款规模达到惊人的344.38亿元。而在2018年，这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更是创下了81%的惊人增速，从99.91亿元暴涨至180.98亿元。这哪里是在做银行，简直就是在赌博。2024年11月，郑州银行原董事长王天宇被双开。通报显示，这位在郑州银行掌权10余年的一把手，竟然存在大搞权钱交易、违法发放贷款等违法违规行为。这让人不禁要问，到底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贷款被埋在水面之下？放眼整个中国金融系统，这种情况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央行最新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显示，全国高风险银行数量已经达到惊人的337家，其中包括14家城商行、191家农村金融机构和132家村镇银行。这些问题银行主要分布在东3省、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区。看到这个数字，任谁都不寒而栗。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仅在河南一省，就有至少4家村镇银行卷入了存款暴雷风波，涉及存款金额超过397亿元。这些储户来自湖北、广东、山东、安徽等多个省份，他们的血汗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蒸发了。银行暴雷、房企暴雷、村镇银行暴雷，这一连串的金融炸弹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连引爆。而郑州银行这场66亿的追债大戏，恐怕只是这场金融海啸的一个开端。要知道，当一家政府控股的城商行都开始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时，那些更小的银行机构会是什么处境？这个问题恐怕没人敢想象答案。让我们先来看一组令人窒息的数据。在2022年，郑州暴雷了惊人的106个问题楼盘，涉及居民超过60万。要知道，郑州主城区总人口才759万，简单算一算就知道，按5口之家来算，每20户郑州家庭就有1户踩了烂尾雷。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城市为之颤抖。更让人心惊的是，根据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机构克而瑞的最新统计，仅在2021年末，郑州就有274个建案出现停工或延期交付问题，涉及25249户住房。这个数字让郑州一举荣登重点2线城市烂尾楼排行榜榜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国烂尾第1城。
郑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停工的烂尾工地，塔吊早已停摆，斑驳的水泥墙面在风雨中默默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房地产噩梦。曾经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如今却成了一座座鬼城。让我们来算一笔更吓人的账，在2017至2018年房地产最疯狂的时期，郑州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短短1年内就暴增了86.2平方公里，增幅高达11.6%。用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话说，这座城市1年挤出一个地级市。然而，这样疯狂的扩张速度背后，却是让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郑州新建商品房仅成交49766套，与去年同期的96045套相比，暴跌48.2%，创下近5年新低。房地产市场的断崖式下跌，让无数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更多的烂尾楼项目正在孕育而生。这场灾难性的局面在2022年达到了顶峰。当时在中国的100多座城市，几十万业主联合起来，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停贷潮。这场抗议活动正好发生在20大召开前夕，一场由经济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官方推出了保交楼政策，而郑州市政府更是全国首个提出为房地产纾困、解决烂尾楼问题的地方政府。但事与愿违，根据财新网的调查，许多所谓的保交楼项目沦为了表演式复工，救助金不足，复工只是做做样子。以郑州最知名的烂尾项目祈福城为例，这个烂尾长达10年的超大型建案，虽然表面上已经具备了完工的模样，但实际建设进度却极为缓慢。在工地周边，各种小吃摊贩倒成了最热闹的风景。这些逐工地而居的小贩们，见证着一个个烂尾工地起起停停的无奈现实。郑东龙湖1号的业主们更是遭遇了双重打击。2023年，开发商突然通知要按每平方米1357.6元的标准补交房款，这意味着每户至少还要再掏10万元。这种近乎抢劫的要求，让无数苦等多年的业主陷入了绝望。更可怕的是，郑州的烂尾危机还在持续扩大。即使是已经纳入白名单的项目，也面临着资金断裂的风险。从融创城、荣泽园到玉森城，一个个曾经让人充满期待的项目，如今都成了无数家庭的噩梦。让我们揭开最新的数据：2025年1月，中国35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已连续24个月下跌，较2023年高点暴跌超过40%。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房地产市场报告显示，全国超过75%的城市库存去化周期突破48个月，这意味着即使完全停建新房，现有库存也要卖足4年。更令人心惊的是房企的债务黑洞。截至2025年2月，中国100强房企中已有52家陷入债务违约，较去年底新增14家，涉及违约金额突破5万亿元。而这些房企未来3年内还有约8万亿债务即将到期，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金融核弹。银行业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银保监会2024年年报显示，全国房地产相关不良贷款率已超过18%，部分中西部中小银行的实际不良率甚至高达45%。高盛最新研究预计，中国房地产持续下跌可能导致银行业出现高达25万亿的潜在坏账。但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缩水。根据瑞银集团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仍高达72%。房价的持续暴跌，已经让超过8亿中国人的财富蒸发了至少1/3。摩根大通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房地产已坠入死亡漩涡。银行惜贷，开发商断供，购房者观望，
房价下跌，这4个因素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土地市场更是惨不忍睹。2024年全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仅为3.2万亿元，同比暴跌56%，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已经严重缩水，多个2、3线城市甚至出现了发不出公务员工资的窘境。就业市场同样告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已有超过2500万人失业或转行。这一数字在2025年可能继续攀升至3000万，几乎相当于一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保交楼政策的效果也远未达预期。尽管各级政府已经投入超过1.2万亿专项资金，但根据 WIN 的数据统计，全国仍有4800多个烂尾项目未能复工。即使是已经复工的项目，也大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对普通购房者来说，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可能会持续数十年。202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首套房利率新政，不仅未能提振市场信心，反而让更多人看到了房价进一步下跌的预期。更糟糕的是，这场危机已经开始从1线城市向3、4线城市蔓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截至2025年1月，全国已有超过50个3、4线城市的房价跌回了2010年的水平。有专家预计，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可能翻倍。这场始于房地产的危机，最终会把中国带向何方？恐怕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房地产神话已经轰然倒塌，而这个倒塌的代价将由13亿中国人共同承担。